如今，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党派之争已经陷入了恶性循环当中，民众的态度和他们的政治认同也是相互交织。我们看到，现在美国的这种政治极化已经渗透到社区当中，邻里之间、朋友之间，因为政治立场的问题，可能就会拔刀相向、拔枪相向。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情况？是啊，这个就是不可想象啊。当然，这个也是长期的这种矛盾的积累，它有这种政治分化。就是这个民主党、共和党有这种社会的分化，因为它有这个阶层的固化，就是精英阶层其实它已经成为一个小圈子里面循环，一般的人很难打入。还有这个经济的分化非常严重，还有现在就是还有文化和价值观的分化，就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对立。我觉得还有就是政府的使唤，你这个精英们在那个电视上是吧，也在那个什么国会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政治机构里面也这么斗得死去活来。那给老百姓提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那就是有样学样。再来关注美国在高科技领域对中国的这个打压。最近呢，拜登总统签署了这个行政令，在高科技领域的脱钩断链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就是对华的这个投资要进行限制。那这样对中国的高科技围堵，它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心态，能达到目的吗？拜登政府将这次行动，他称之为就是这是一次国家安全行动。但是我们看到，其实它背后的一个重要的逻辑，很明显的是针对中国，而且是要防止中国在产业链、在这个全球价值链上往上游攀升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所以要它尽可能去遏制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发展。那么对于中国而言的话，事实上它这样的一种做法确实会带来一定的影响。拜登政府声称说，这次行动它是一次目标明确的行动，他说是精准打击，也就是说，他试图想将这样的一个行动，他限制在一个较为精准的一个狭窄的范围。但事实上的话，我们知道，其实他在实施的过程当中，松严度到底是怎么样，其实这是不确定的。就是比如说人工智能，我们知道人工智能它应用的范围非常的广泛。那么事实上，拜登政府他试图限制，比如说在军用领域的这个人工智能的应用，但是你如何去有效的区分民用和军用之间的这样的一个界限，其实在实践的过程当中，这是非常困难的。我们知道，在当前对华强硬的一个共识之下，那么事实上，它将来的话，包括企业界，它可能会有这样的一种自我限制的可能性，认为中国的投资环境目前风险比较大。那么事实上，拜登政府包括未来的下一届的美国政府会怎么样去制定这个实施细则？那么产生这样一种自我限制的动机的话，对于中国的投资环境可能就会造成比较明显的寒蝉效应。那实际上这份总统令呢，原定在今年4月就会推出，但是由于政府部门之间、政府和企业之间的这种扯皮啊，直到现在才签署这个总统令。我们也看到这个耶伦他在访问中国之后回到美国之后，面对媒体的时候，他也在极力的解释啊，说我们肯定是要颁布这一项投资限制令的，但是我们会把它限制在非常狭窄的范围之内，意思就是告诉中国你不要反应过激。其实美国也是非常矛盾的，是不是？那是啊，这么复杂这么大一个事情，它肯定涉及到复杂的利益。因为从美国政府来说，它最大的利益是叫遏制中国崛起，就让把中国限定在一个这个是吧，这样一个某一个技术水平上。但是对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赚钱。所以实际上对美国的这些限制措施吧，美国的企业大部分是不赞成的，因为资本是他们有的时候讲无国界也好，什么也好。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美国的企业家，就算他爱美国，但他更加不赚钱的话，你让他们爱美国也很难。因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这个半导体芯片的最大的市场在中国，你限制中国，那他到哪里去卖给谁？在这个世界上，能不能找到替代？这个替代要多长时间？他去卖给印度吗？卖给日本、韩国那更不可能，他们是生产芯片的。对，那卖给越南呢，远远没有到。就说实际上在5到10年内都很难想象，世界什么地方能够承接中国这么一个替代，就是说它作为一个重大的一个市场，它去购买美国的高端的芯片，找不到这样的地方。美国最近对中国搞脱钩断链呢，那现在又衍生出了一个新词，叫去风险化。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中国应该如何应对？我觉得其实中国方面在这方面已经开始在应对了。我们看到新注意到，就是国务院周日的时候，他新发布了一个24点，其实主要就是改善这样一个投资营商的环境，比如说要提升外企在华的一个财税的优惠的力度啊，包括就是提升这个外企的员工的签证申请，包括居留许可的一个便利程度啊。等等这些方面，我想中国方面
这个就是对于在地缘政治越来越激烈的一个环境之下，面对比如说美国为首的一些可能就是他主导的一些西方国家对华的一些打压措施的情况下，中国方面做出的一个积极的回应。那我们所做的话，还是主要是加强自身的一个经济建设，改善自身的一个投资营商的环境，以此来加大中国投资环境的吸引力，来巩固自身在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当中的一个主导性的。就在当地时间8月14号，特朗普第4次受到了刑事指控。虽然说重案压身，但是根据美国宪法，即使他身在狱中，也不影响他参选总统啊。但是无疑会对他的参选之路造成一定的不确定性。这种情况下，他和他的团队会怎么来应对呢？目前来看，确实，特朗普被指控这个问题或者案件是影响这个2024年美国大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变量。他们的应对，我们通过观察，大体上有这么几个方面。首先就是最基本的一条，拒不认罪啊，这个是一个前提。如果一旦他认罪了，那后面就没有继续的可能了啊。那么第二点呢，我觉得就是说，特朗普和他的团队啊，在借助这个议题，反复的在宣称所谓的政治迫害，或者说这个司法武器化，靠这样一种论调或者说宣扬来为他博取所谓的政治上的同情。那么第三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动向，就是特朗普他和他的团队呢，在炒作一种所谓的司法干预大选，就是通过炒作司法干预大选来尽可能让某些调查放到这个大选结果出来之后拖字诀，拖字诀就是缓兵之计。官司缠身给特朗普带来的另外一个现实问题，恐怕就是钱袋子的压力了。而目前特朗普的这个政治行动委员会的财政赤字也是非常大的，据说已经高达2300万美元了。这会对他的竞选之路造成什么影响？金钱是美国政治的血液。那么，在这个选举包括利益集团的催化之下，应该说金钱政治它已经成为美国政府和政治运作非常内核的逻辑。那么，当前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目前他的筹资能力是很可以的、很可观的，但是他的那个官司缠身给他带来的影响，首先就是你钱袋子就是这么大。那么，一方面你这个钱你要如何去做出平衡？我记得他在第1次参选总统的时候，他非常这个豪情壮志啊，说这个别人都需要别人来捐款啊，我不需要，我本身就是富豪。他现在也缺钱了吗？确实，我们知道美国的本来这个律师法律的费用就是非常非常的庞大，而且现在他还面临一个很大的不确定性，他到底要被多少官司缠身？这场司法大战不仅是对特朗普的钱袋子消耗巨大，而且美国司法部同样是花钱如流水啊。王老师怎么看？美国政治本质上它是这个金钱政治的游戏啊。我们看到这个2020年大选的时候，拜登他所获得的这个竞选的捐助达到了一个创纪录的水平，首次超过了10亿美元。所以看到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说美国的各种政治选举越来越成为一种烧钱的游戏，而且金钱对政治的影响在不断的下沉。包括我们看到2022年的这个中期选举，也出现了这个大选化的趋势。就一个中期选举，对，一个中期选举都花了这么多钱。那么现在我们看到，随着2024年大选的这个临近啊，那么在围绕这个特朗普这个官司啊这个问题上，也在不断的砸钱。很明显，这样的一些支出，同样我觉得本质上也是服务于所谓的党派的斗争，服务于这个选举的利益。那么最后背后反映出来的什么现象？就是这个本质是什么？就是美国政治的民主确实在不断的衰退，啊，它在逐渐的朝这个名存实亡的这样一个状态在发展。虽然头悬司法利刃，但是近段时间的特朗普的民调支持率是不降反升。那么您觉得这一次的这个几次起诉吧，对他重返白宫之路到底是一个绊脚石还是垫脚石？我觉得应该是都有，但是这个垫脚石的这个作用更大，因为它有一个效应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这个问题，就是很多人把它认为是民主党对共和党打压，那么共和党的其他候选人在这个问题上就很难表态。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这个问题他抓住了主要的议题，成为了这个美国媒体的焦点。那实际上如果其他的共和党的候选人提不出特别有价值、有吸引力的主张的话，那实际上那些人的色彩暗淡了。从常理上讲，特朗普面对的这么多的麻烦，应该是他的绊脚石。但是现在美国政治它出现一个极端畸形的状况，就是高度的极化、高度的分裂。那么所以呢，这样的一个议题就可能会被特朗普利用来炒作，来影响中间选民群体。因为现在的美国政治已经步入一个所谓的后真相时代，真相是什么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你的立场是什么啊。那么特朗普通过这一系列的这个政治操弄呢，可能会让
中间选民群体真的相信是拜登政府是民主党在对他进行迫害。就是特朗普的死忠粉是一些什么人呢？他们实际上是觉得自己是在被社会边缘化，或者是这个叫什么呀？出于他们的利益在受到威胁，然后他们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或者换句话来说，他们是一些自己觉得应该在社会中有一定的这个政治声音的，但是却有各种各样不满的一些人。那现在他们发现，连特朗普他们所支持的这样一个人都被迫害，那他们想，那在我们身上是不是吧，就更加不公正呢？其实我们反过来想，民主党很难去证明我对特朗普的刑事指控是没有政治意图的。这样一堆不满的人，一旦你给他一个引爆点，他们会变得更加这个难以说服。这一帮人，你很难用这个民主党人所希望的那种方式说，你看我拿出证据来，特朗普是有问题的。用这种方式是不可能说服他们的。美国共和党众议员格雷格·斯图布8月11号宣布，已经提交针对美国总统拜登的弹劾条款，指控拜登涉嫌贿赂、威胁和欺诈等等。那斯图布呢，也成为第2位对拜登提交弹劾的这个共和党人。那这样的一个弹劾，对拜登以及民主党的选情会有影响吗？我个人感觉呢，可能激不起多大的浪花，因为为什么呢？我觉得弹劾在美国政坛近些年已经被玩坏了。因为本来弹劾的话，它应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国会权力，那么是对于行政分支的这样的一种牵制和制衡，非常严肃的。对，非常严肃的事情。比如说当年的克林顿政府时期的这样的一个弹劾，那是有确凿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存在。近些年呢，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政坛，它将这样的一种国会权力就是工具化，作为一种党争的工具，这样的一种趋势越来越明显。比如说，特别那个典型的就是在那个特朗普时期，我们看到当时佩洛西所主导的这个众议院，2020年2月4号，然后佩洛西先是手撕了那个特朗普的这个国情咨文，然后之后的话，他就发起了就是针对特朗普的一个弹劾。弹劾的理由就是比如说妨碍国会，包括他滥用职权等等。所以弹劾他已经在美国政治上，他已经不再是一个比如说你针对总统的不当行为要继续纠正他，或者说一种惩戒，但很大程度上，他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就已经被削弱了。拜登的儿子亨特·拜登成为了特朗普以及他的支持者攻击拜登政府的一个关键抓手了。确实，他也不争气啊，一系列的丑闻都说熊孩子坑爹啊。对，他对拜登到底会产生什么影响？我觉得还是有不小的影响的。第一个就是说，拜登有没有对他的一些这个不恰当的行为知情？甚至有这个以不恰当的方式介入，因为包括比如说他在乌克兰的这一些事情呢。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美国这个政府，比如说这个联邦调查局这些机构，他们对亨特的这个调查的过程，是不是受到了他这个总统的儿子的身份的影响？所以老百姓就会想，这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第三点，现在就是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因为正在对特朗普发起这个刑事指控。那如果在这种背景下，对亨特的这个调查快速结束的话，那别人就会觉得你是为了保拜登的选情。所以呢，他们这些部门会很慎重，不能把这个事情快速结束。那样就特朗普的目的就达到了，2个刑事的这个调查都要拖到这个大选的这个里面去，这样就特朗普就某种上解套了。那实际上对特朗普是一种助攻。通胀削减法案、芯片与科学法案等等，它都是要拉这个盟友来建起小院高墙，对其他国家进行打压围堵，实际上就是一个贸易保护主义。美国这样做是不是也反噬自身呢？现在美国为了对付中国吧，他自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因为过去的美国，他都跟其他国家是公平竞争，大家就看谁厉害。美国像克林顿的时候，他有足够的自信，引领未来。那个信息高速公路，当时的微软，包括后来的谷歌，就是他有一系列这种颠覆性的、突破性的这种重大的成果。现在美国不是这个思路，美国是说我进步很慢了，你现在进步的很快，你这个进步不对，我得拖着你，我要把你给摁住，我要把你给压住。这整个就是颠覆了美国做事的逻辑。实际上，这个我觉得代表他的一种思维的改变，就是自己的信心不足了。当然，一方面给中国制造了很大的麻烦，包括比如说跟日本，包括这个荷兰合作，是吧？在这个芯片这个先进制程方面，对中国设备进行这个限制。那么这个东西对全球的世界经济来说，它是一个破坏性的，而不是一个建设性的。这是一种用这个政治和安全的逻辑来处理经济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思维
他如果继续发展，他最后会就是整个影响美国的这种战略思维。我个人感觉他对美国也会形成伤害。还有一个逻辑就是说，他想要采取一种内病外治的方式来解决他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美国现在存在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都是他这个骨子里自己有他的内因，他并不是从内心在他自己这个身上找原因，而是这个指责其他国家，包括采取这种人为的，你用政治的力量也好，或者说安全的力量也好，去干涉、去介入，想要逆转一个自然的经济的市场化的一个规律。我想这个是首先它是违背这个科学规律的，其次它反映出来一种内病外治的这种心态，它其实是治标不治本，最终不仅不会解决它的问题，反而会进一步加深它的问题。